我刚刚结束这个黄山的这个2日游，我还是比较紧凑型的这个旅行，因为只有2天是好天气，所以把2天都用在了黄山。我来说说黄山的吃住行几个费用大家比较关心的，包括一些简单的攻略。黄山的吃住行这3大块，吃呢，景区外面我觉得不算很贵了就是都是正常的普通价格。你愿意吃点特产的话，特色的话，稍微的都尝一尝吧。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山上贵一点，稍微节省一点自己带点东西也可以。住的话，山下是目前是比较便宜的几十块钱的这种民宿是比比皆是100出头的话已经住得非常好了。像我住的那个地方，我感觉还非常理想，100块钱一晚。行这块来说的话呢，我建议最好直接住到黄山脚下的汤口镇就是下了高铁直接就过来就行很多的很容易拼车，从高铁过来拼车的话，30-40块钱差不多这个样子就直接给拉到这个民宿了。然后这个民宿这块儿，因为住汤口镇就没有什么其他公共交通的，就是景区的一个交通费19块钱，但也基本上是属于门票的一个范畴了门票先说一下，门票黄山是190普通的游客190，然后有半价票。然后除了门票，黄山主要是几个缆车的费用。一般去黄山的话，不是年轻人腿脚特别厉害的话，总是要坐缆车的。缆车实际上是有3条3条是在不同的地方，南门有2个，北门有1个，基本上在80到100之间这个缆车的价钱，一般都会选择往返可能是不同的缆车走往返。另外这3个缆车呢，在冬天的时候会轮流检修像我刚刚这个去过的上行的这个车，就是12号就等于是检修了。那短期的话，只有另外2条在开，就是它3条缆车是轮着检修的，所以你要看坐缆车注意一下那个缆车是不是在检修、在维修但是只是维修时间就1-2周的时间还可以。然后我是走了2天在山上住了1晚。我在黄山上除了缆车和门票，基本没有什么消费住宿是一个床位，我觉得还比较划算不知道以后价格是怎么样，反正我当时临时来去到前台去买的，260含了一个早餐，早餐就50块钱如果外面的人去餐厅吃饭50早餐所以这个加260，一共是700多块钱。在山上可能就买了几瓶水，水是矿泉水5块它有一些免费的水，但是那个接那个水那个很慢。总的费用就是这么多2天。路线我说一说路线我是走了一个算是大环线2天。结合地图我来说一说我的路线这是一个黄山的全景图，整个一个风景区。黄山有72峰，很大。我住在了下面这间酒店，这个是汤口镇所以来黄山旅游的话，第一选择是住在这个镇上。然后黄山的集散中心也在这里，这是集散中心。然后从这里坐大巴。那么我2天的线路是从这里坐大巴，从住的地方走过去就可以走到这个大巴这个地方。坐大巴我是走的后面这个缆车站，云谷寺站。但是这个车站呢，从11月12号就维修停了。我是从这儿坐的缆车上到白鹅岭站，从这里步行观音峰、石笋峰、石信峰、梦比生花。然后走完这之后，我又去走了石猴观海，然后再返回，从北海宾馆走到西海饭店，走到排云楼宾馆、排云亭，从这里开始西海大峡谷的徒步，从这里徒步下去，大概要徒个2-3个小时，然后从谷底坐这个观光缆车上到天海站。然后我为了赶这个日落的时间，抓紧时间去了光明顶，途经白云宾馆、光明顶，这边看了日落，住在了这儿，260住的一个床位房，含早餐。
早晨在这儿看的日出。看完日出之后，我又突发奇想，想去西海大峡谷的不仙桥，我又徒步经过了白云宾馆，然后从这个缆车站的旁边有一条路，就是西海大峡谷的另一个环线，另一半边，一直走到了不仙桥。从这里之后，我又返回了，我没有再走啊，再走会时间很长，很辛苦，又返回。从这个地方一个折返不仙桥，大概2个多小时。回来之后，回到白云宾馆，这个是一个交界的地方，从海心亭开始，走鳌鱼洞、鳌云峰、百步云梯下来，从百步云梯下来之后开始爬这个莲花峰，非常陡峭的莲花峰，海拔1864.8米，黄山第一高峰，非常陡峭的台阶下到玉屏楼，在这里看了迎客松。看完迎客松之后，从玉屏站的索道站，从这里坐下来。这是整个我的2天游。那黄山的费用呢？一个是门票190，缆车费有80有100的，小火车也是100。那整个加起来大概500块钱的门票加缆车费，这是一般2天游啊。那如果1日游的话呢？现在因为这个缆车不开，通常选择就是直接坐这个温泉站的缆车直接上来，有力气的爬莲花峰，再去爬第2个光明顶。一般这1天往返就得了。但是这个呢，缺陷就是没有走到黄山的一个后起之秀哈，西海大峡谷。如果1天的话，这么走是走不下来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坐缆车从北门上，北门那个地方有一个缆车站，但我不知道冬天开不开啊。从这里直接走到丹霞站，从这里开始走西海大峡谷，走到谷底，坐火车上来，然后还有时间继续走前山，爬莲花峰，坐缆车下来。啊，这个也是体力比较好的人可以选择1日游，从北门上啊，这样能省了很多的路。这是整个黄山的一个旅游的情况。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推荐黄山呢，至少玩2天啊，在山上住1晚。住1晚的话，风俭由人啊。像现在黄山的一个标间儿，便宜的话，它799，包括一个山下的酒店和山上的酒店，还是很划算的啊，包括早餐了。如果是一个人自由行的话，我建议也是住山上1晚，可以住它那个有点像青旅的床位哈，一个床位便宜的话有100多的，100多、200多、300多，根据几个酒店的位置和档次不一样，我觉得还是值得住的，因为你要看日落和日出啊，都是要在山上才可以看得到，我觉得这个钱是花的比较值的。我这次就赶上了比较好的天气，尤其是日出，我觉得拍得非常的理想。吃的方面，在黄山呢，稍微贵一点，比如说它的盒饭可能大概要至少50多，然后像那些酒店的自助餐的话，中餐可能便宜的话大概是便宜的有70，最便宜的好像有70，比较简单的啊。晚餐的话呢，稍微自助丰富一点的话，100多、160的比较多，啊，吃稍微贵一点，所以你自己可以带一些吃的，很多人带自热盒饭或带一点这种比较方便吃的东西哈。水的话你肯定背不了那么多了哈，自己带一大壶，然后随渴呢随时买一点啊，这是一个相对比较节省的一个花费。但总的来说，如果玩好了2天加缆车加住宿的话，像我基本上花了800块钱的样子，我自己觉得还是物有所值的。毕竟黄山是非常漂亮，黄山有72峰啊，面积非常大。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呢，肯定要能登2座峰了啊。3大峰的话，有2个莲花峰跟天都峰是轮流开放的，所以至少登1个莲花峰。另外，光明顶是最高峰，而且那光明顶是比较好登的啊。其实登光明顶主要是看日出日落，从风景来说比较一般啊。莲花峰跟天都峰是非常凶险的啊，这个我觉得根据体力哈，我觉得老年人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就是西海大峡谷啊，就如果要玩西海大峡谷1天的话呢，至少走北门的缆车或者云谷寺的缆车，然后直接就走到排云亭那个地方开始走一个半程，然后坐小火车上来，再继续的从前山，所以基本上就是花费就是这么多
啊。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以留言上啊留一留，啊，可以解答一下大家。